不，还是那般清冷的声音，淡淡的飘到江城耳中，直叫他发狂。你把魏无羡囚在兰家许久，旁人兴许不知你何意，我却知道你那龌龊心思。他怎么又会喜欢男人把人交出来？江城一向如此，气急了什么难听的话都能说出来。他知道一切后，整个人都疯了，傻了，剖单给自己的人，蒙冤的人。他想问魏无羡为什么从来都不曾告诉过自己，为什么要那样对自己？到底在他眼中，可曾将自己当成过他亲人？他疯了些时日，冷静后却只是想把他接回莲花坞。他变了，他也可以照顾他一辈子。若不是蓝忘机疯了一样，把人带回了兰家，也用不着他操心。凭谁也能看出他那赤裸裸的心思。从前魏无羡就说过，他不喜欢男人的。你怎么就知道他不喜欢？一句话直叫江城一拳打在棉花上，一口气呕在心底，吸也不是，吐也不是。若是可以，蓝忘机很想狠狠地打一顿江城，拼着两败俱伤也可。只是魏婴见了该是不欢喜的，他不想惹他不开心。这已经是他不知道第几次来了，再大的耐心也被磨灭一般。手中紫电滋滋作响，今日他抢也要把魏无羡抢回去。他一紫电甩出，彻底激怒了蓝忘机。两人水深火热的打着，而那些弟子们根本不敢插手，只能匆匆的去请蓝家长老。他直直的往进室而去，而蓝忘机却是死死阻拦着。这些时日，他既要照顾那人，又要管理琐碎凡事，虽是不说，身体却也几分疲惫。竟让那江婉莹与自己不分上下，几招几式间已然到了尽势，害怕动静大了伤到吵到那人，手脚自然束缚了些。而江城却是不管不顾的，只想抢走魏无羡。紫电卷起无力安静的人时，蓝忘机发狠似的一把掐住江城的脖颈，谁都不可抢走他的魏婴。他失去理智般的刚要用力，一旁的魏无羡口鼻中便不要命的溢出鲜血，他的唇微张着，后仰的姿势似乎让溢出的血又倒流回去，连呼吸都变得困难。一时间吓住水深火热的两人，江城急忙又将人放到床榻之上，收了紫电。他愣愣的，一时间只是不知所措的站着。他知道他伤病的严重，却不知只是动弹几分便是如此，一颗心慌乱又自责。他从来都不想他死，哪怕从前那般的怨恨，更不用说现在。而蓝忘机却几乎是跪坐而去，他慌不择乱的去擦拭着魏无羡口鼻的鲜血，紧紧握住他刹那间变得冰冷的手，身体直直的发抖发颤。那一幕幕可怕的场景又环绕在眼前。他狠狠地摇了摇头，想甩开那痛苦的画面一般，可那一滴滴掉落在他手上，绽放出恐怖艳红的血，还是让他唇齿都带着哆嗦。没事的，魏婴，没事的，没事的，没事的。蓝忘机嘴里一直呢喃着，再顾不得什么，小心翼翼地抱起人就往医舍疾步而去。自这人被救了回来，他几乎每日都提心吊胆，怕再伤害到这破碎不堪、伤痕累累的人。若是真的出了什么事，他真的不敢想自己又会怎样的癫狂。看着医师皱眉探脉，他悬起的心一直乱得不行，只能死死盯着那带血的容颜。果然大幅度的挪动，还是牵动了这人的伤。医师表情严肃，却是恭敬的说道，随后又让人抓了药，千叮咛万嘱咐，再不能有这么大的动作。心伤并未痊愈，那陈克顽疾也未除，再多一次他身体都受不住。待魏无羡回去进士之时，江城还在医室外面守着。说实话，他也怕得不行。见蓝忘机出来之时，比先前镇定不少，他这才放松几分紧绷的身体。他只是想带人回去而已，不想却无心动了他的伤。看着蓝忘机冷厉的眼神，拳头握得死紧。罢了，等魏无羡恢复了，医师清楚了，他再来请他回去。现下再动了手，有些后果谁也承受不住。死死看了一眼被蓝忘机衣袍遮住，只垂下一只细瘦青白手的人，一时间竟是有些喘不过气，狼狈的便转身而去。之后很长一段时间，他都没有涉足这里。这一伤牵动魏无羡肺腑的同时，也刺激了他的脉络神经。他慢慢有了意识，察觉自己没死后，一颗心顿时落了下去，不知还有什么可以留念的。可转念一想，既然没死，那便让那些人付出该有的代价。身体密密麻麻的疼痛着，刚想睁开眼，却发现无论自己如何使力都睁不开眼，身体也不像自己的一般，一点也动不了。意识到现下的自己如同活死人一般时，他整个人都不好下去，一阵的郁结动气让他喉间一阵阵的血腥涌动，
也确实涌动了出来。那声慌乱的呼叫，他似乎听清楚了，又好像没听清楚，只知道有双温热的手轻轻把自己扶坐起来，让涌出的血不至于呛到自己。随后好像靠近了一个熟悉的怀抱里，熟悉的可怕。再一次自己名字的呼唤，让他一下清醒了过来。这是蓝湛，认不得那般的熟悉。兜兜转转，还是又麻烦了这人。1天2次的惊吓，足以让蓝忘机魂不守舍。他怎么也想不到，刚放这人在床榻没多久竟呕了血，做完一切却只想把人拥入怀中，好像只有这样，才真真实实的感受到了他在自己身边一般。随后又怕怀里的人不舒服，竟是慢慢的自己就这样抱着他躺在床榻之上，看着这近在咫尺的容颜，而魏无羡却是愣住一般。他身体虽然不能动弹，也做不出什么反应，但意识却清晰的可怕，他能感知周围的一切。在意识到自己被蓝忘机紧紧拥抱入怀时，就一阵的愕然。据他所知，这人从来都不喜欢旁人接触他半点一角，今是这样带有几分暧昧的拥抱自己，他甚至能感觉他轻轻打在自己脸上呼吸和那赤裸裸的视线，总觉得蓝湛莫不是被旁人附了身，下一秒落在自己额头、眼睛，最后是唇上的带着些温热的吻，更让他如同被什么重击一般，奈何还是动不了，醒不来。不然蓝忘机定会看见他这惊得可怕的脸色。蓝湛竟然在亲吻他，这小心翼翼极尽温柔的吻，他一颗心乱的可怕，好像有什么东西一点点得到验证似的，而这吻竟是熟悉的可怕。百凤山被他以为的力大无比的仙子强吻时，那淡淡的气息几乎一模一样。莫非蓝湛有什么癖好？想了半天，竟然是以为蓝忘机有什么特殊癖好。若是在亲吻他的人知道，定会气得呕出一口老血。榆木脑袋都没他那么腐朽愚笨，蓝忘机只是看着这容颜便入了迷，带着几分虔诚忍不住吻了上去，直到那唇上的血被他吻了干净，原本苍白的唇色慢慢变得有些红肿，这才停了下来。每每这般的靠近这人，他那些见不得人的心思总是不堪一击的全部流露出来，同时也一发不可收拾，手轻轻的抚向被自己吻肿的唇，带了几分懊恼。魏婴，我这么对你，若是气了恼了就快些醒来吧，随你如何都可。对不起，每次靠近我都控制不了自己，我知道不对，可还是忍不住，离不开你，很早之前就离不开你，别再吓我了可好？今日呕了那么多血，你知道我有多害怕吗？每一次，几乎每一次那些伤，那些痛，若是可以，我愿为你承受，这里也不会痛的那么厉害了。说罢，他把魏无羡无力的手伸到自己胸前，这一句句充斥着爱意的话语，已然让魏无羡脑袋都停止了运转，而被紧紧握住感受这人胸腔中跳动的心脏的手，更是让他几分惶恐。所以蓝湛，这是我信任你许久，一颗心也随你跳动，所以魏婴，真的，他其实承受的已经够多了，别再吓我了。